敲，大家好，我叫肉根，英文名字 Logan。为什么我会叫肉根呢？因为当初在澳洲，台湾朋友觉得说 Logan 这个英文名字比较难记，也比较难念，所以他们就直接帮我翻成肉根，不是因为我家是在卖肉根的。这是我的第一部 YouTube 影片。其实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呢？因为当初打工度假回来之后，就一直有这个想法，想要记录自己的人生。只是找到一个离家近的工作，就做了5年的社畜工程师，钱不多事不少，就离家近而已，跟所有台湾人都一样嘛。总会有个优势，想要让你在那边做比较久的时间。只是因为公司后来被并购之后，各种的薪资啊、福利啊都已经往下掉了。我那部门原本7个人，已经走的剩下2个人了，我也是其中之一走的啦。至于我当初去澳洲打工度假做哪些准备呢？就跟所有人都一样，在 Google 上爬文啊。但是因为我的英文能力没有说很好，应该说就只是跟所有正常的大学生一样，英文 pass 低空飞过。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半工半读，存了一笔钱找代办，当初是存了15万，然后找代办了解一下，找了好几家，不是只有一家，大家也要多比较一下。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所以我就念了3个月的语言学校，然后相关的一些很 normal 的准备，像行李啊、该考量的基本问题啊，这个代办都会有懒人包。但是因为懒人包这个是很久以前的，它一定会有更新嘛，所以我会再把代办的连结放在我的说明栏里面，让大家可以去做询问。询问是不用钱的，完全免费。如果说一些代办跟你要钱什么，你就不要理他，反正那么多代办嘛，你就可以多听几家之后再做决定。然后有一个大家比较怕的，代办也不太会讲的，就是说大家会很怕说被澳洲的海关拦下来。这个我个人会有个小技巧，你在过海关的时候，他在检查的时候，你就加减跟他聊天，加减聊个几句 ，How are you? How was your day? 至少说你要表达出你的善意，因为有问题的人不会自己跟海关哈拉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，其实不是你该准备哪些东西，也不是你在澳洲要做哪些东西，是台湾跟澳洲不一样的10个地方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不太会有人特别去说这一块，所以我就是想把我亲身的经历跟大家讲。第一项就是门牌，在澳洲是没有很详细的门牌，它只会有号码，有些地方甚至连号码都没有，所以在澳洲不熟悉的人都会迷路。像我第一天我从学校注册完要回到宿舍的地方，我就迷路了2个小时，整整2个小时都在走路。我为什么会迷路呢？因为我同时开了 Apple 的 Map 跟 Google 的 Map， 一样的目标，但走的路不一样，到的位置也不一样。我刚才有确认过，它已经更新了，但是我当初没有更新，所以说我整整迷路了2个小时。在2个小时里面，我只遇到2个澳洲人，问了2次路，这一点大家要非常注意，因为澳洲的路很大，只要你不住在 City 的话，会是一个很大条很长的路，看起来就跟我们的高速公路一样，但是其实它就只是他们的一般道路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非常注意。至于第2点呢，澳洲的网络是没有吃到饱的，应该说以前有很少的方案，我记得好像30-40块澳币1个月。其实像我这种重度网络使用患者，那工作回到家之后，你就是用住宿的 WiFi， 不管你是住宿舍还是住 share house， 还是去租房子，一定要找到有 WiFi 的地方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重度的使用患者的话，不然的话，你
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，就是说你住的地方甚至连手机都没有网络，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我还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子，所以每次要联络他们都是有难度的，因为澳洲的国土太大了。大家如果有带笔电、行动硬碟的，在里面放满你的影片、音乐、小说，这3个就是能够陪你度过澳洲漫漫长夜的日子。第3点呢，就是粮食储备。在台湾，你随时肚子饿了，只要你有钱，24小时你都会找到吃的，不管是 Seven、全家、莱尔富，烤的、卤的、炸的，你都找得到。但在澳洲，只要你不在 City 里面，你在一些农场、肉场，在乡下的地方工作的时候，常常晚上8点钟，你就不会看到任何有开的店家在卖东西。所以粮食储备一定要有，尤其澳洲因为太大了，你住的地方可能离 shopping mall 都有一段距离，开车都要10几、20几分钟。所以通常我们在粮食储备上都会建议说，至少要买1-2周的食物。然后如果你没有买车的话，更要准备好了，因为不是随时都有车给你搭，可能你要找车去 share 它的油资、车资，尽量就是说要跟仓鼠证一样，要囤积好很多的干粮。尤其台湾人最好的朋友大概就是泡面了。我遇到的在澳洲遇到所有的台湾人都准备一堆的泡面，有时候懒得煮的时候很好用。第4点呢，就是 party。在澳洲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 party。如果你是住 share house 的话，你就会有各种不同国家的室友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 party 啊、barbecue 啊，一起看电影啊，一起煮饭啊，一起游泳啊。至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澳洲的 barbecue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。澳洲的 barbecue 很单纯，你有看过台湾的大汉堡吧？就是长这样。所以说不要对澳洲的 barbecue 有太大的期望，没有跟我们中秋节烤肉一样的丰盛。个人的话，我在澳洲那边待熟之后，我就会请一些同事啊，各种不同国家的人，他们各自煮一道他们国家的食物，然后一起来参加我的 party。我们就在游泳池旁边放2个长桌，上面摆满了食物啊、酒啊、水果啊什么的，然后音乐放下去，大家就一起聊天、吃吃喝喝、游泳，然后到晚上就大家一起来 happy 一下。基本上我是2个礼拜会办一次，就跟台湾的生活比较不一样。台湾大家工作都累了，下班加班回到家，可能都已经晚上11、2点，甚至凌晨1、2点，回到家就只有吃饭、洗澡、睡觉没了。就算是假日，常常假日也是要加班的。所以这一点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澳洲基本上都会是准时下班。你要加班，还没有很多人愿意加班，因为他们赚的钱这些就够了，甚至退休后也够了，所以不需要做的那么累。这是跟台湾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第5点，打招呼。每个国家打招呼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像亚洲地区我们就是嗨，像一些国外的地方不会像你在电影上看到亲手礼，不是，大部分的话就是拥抱、亲脸颊，还有就是击拳，这个倒是跟电视上有点一样。当然我遇过最多就是拥抱跟亲脸颊，跟亲脸颊还有分亲单边的、亲双边的。但亲脸颊不是说你直接去亲人家脸颊，是脸颊碰脸颊做亲吻的声音，像这样子。但是很难去记说每个国家是怎样，所以一定要随机应变。
就是说人家怎样做动作，你就跟着怎样做就好。但是关于台湾的女生这一点，你就要先跟你的国外朋友先说明。有些女生比较不喜欢肢体碰触的，这个习俗在台湾是没有的。你只要跟她讲清楚，你也不要去勉强自己，讲清楚，基本上都会接受。不接受的，那就不是你朋友啦，你就不用理他啦，对不对？以上这10点就是我自己在澳洲的亲身经验，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出国去体验一下，走走看看。如果有要去的人，就祝福你们在澳洲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有一个美好的澳洲之旅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！